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三餐和良辰之物散归期时》故事解说。29岁的心内科医生许悟，常年深耕临床，工作繁忙。在他的婚恋观里，充满未知的恋爱远不如婚姻踏实稳定，婚姻具备更高的生活性价比。秉持着这个想法，许悟在相亲时主动坦诚心意，向对面的宋医生表明，若双方条件合适，希望可以尽快结婚。宋医生对许悟闪婚的提议十分意外，当场确认他的想法。许悟坦然点头应允，随后两人简单沟通婚姻诉求。宋医生坦言自己刚回国，不喜粘人的伴侣，只希望对方偶尔帮忙应付家人即可。许悟立刻说明自身现状，自己还有1个半月卸任住院总，后续还要参与主治医生聘任。他提出婚后两人互不干涉，相敬如宾，维持稳定长久的夫妻关系即可。为了让仓促的婚姻合规稳妥，许悟主动出示婚前协议、体检报告与征信报告，要求双方互换资料，并提议加微信传输文件。行事果断的许悟随即核对时间，下午3点47分，民政局4点半下班，两地相距3.6公里，完全来得及领证。面对他的提议，宋医生毫不犹豫答应。许悟心中感慨万千，这场相亲本是一场认错人的乌龙，却让他做出了人生中唯一一次脱离计划、不计后果的选择。两个陌生人大概率仅有短暂交集，便会回归各自生活，如同行星循着既定轨迹运转，不会为短暂擦肩停留。他原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人生错位，却不知命运早已埋下伏笔，为两人预留了重逢的契机。不久后，许悟意外在妇婴医院偶遇了宋医生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对方本是中信医院的医生，不该出现在这里。身边同事见状闲聊打趣，提及董事会小周总一直追求许悟，条件十分优越，不解他为何还要让家人安排相亲。面对同事的疑问，许悟坦然告知自己上周已经和相亲认识的宋廷熙医生领证闪婚。同事震惊不已，细细追问后才猛然发现乌龙真相。许悟母亲原定的相亲对象是宋子文，对方临时缺席，许悟错把空降的宋廷熙当成相亲对象，同事瞬间担忧，生怕他遭遇骗婚杀猪盘。许悟这才后知后觉，自己认错人，闪婚的丈夫宋廷熙竟是刚刚空降本院的新外副主任，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。此时科室同事纷纷认出宋廷熙，宋廷熙从容和许悟打招呼，随即切换工作状态，安排19台新外会诊事宜，敲定次日下午由自己主刀手术。部署完工作后，宋廷熙让许悟同步患者病情。许悟主动诚恳道歉，坦言相亲认错人是自己的全责，当初没有及时点名，是因为他认为宋廷熙完全契合自己的结婚标准，但这并非疏忽的借口。宋廷熙心态坦荡，表示两人本是陌生相亲，对错无关紧要，结果圆满便足够。随后宋廷熙提出暂时不想公开两人的婚姻关系，许悟连忙解释顾虑，自己正处于主治聘任的关键时期，若此时公开和科室主任的婚讯，极易被人诟病走后门，被有心人利用影响晋升结果。他提议先隐婚，等聘任结束再公开身份。宋廷熙十分理解女医生职场晋升的不易，当即应允。他同步解释自己新的聘用合同刚下发，并非刻意隐瞒任职消息。许悟也表示理解，坦言自己接到电话时正在手术，不知情实属正常。简短沟通完毕，许悟便告辞离开。宋廷熙看着他的背影，暗自感慨，这场2分半敲定的婚姻高效又具性价比，伴侣独立不粘人，互不打扰，看似完美。可许悟自始至终都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丈夫。许悟离开后，好友立刻上前询问情况，担心他被新任主任训斥。得知实情后，好友又惊又无奈，直言许悟此举太过冒险，晋升关键期和直属上司闪婚，即便实力过硬，也难免引来走后门的非议。许悟告知好友两人已经约定隐婚，好友瞬间崩溃吐槽，自己成了全院唯一的知情者，保守秘密格外煎熬。许悟笑着安抚，正因是最好的朋友才如实告知，还主动提出请客吃饭宽慰对方。另一边，宋廷熙家中，宋母一直为儿子的婚事忧心忡忡，她不停唠叨，怀疑儿子常年不谈恋爱是身心出现问题，还提及多年来倾心于他、样貌实力俱佳的屈医生，吐槽他眼光过高，迟迟不婚。面对母亲的连环催促，宋廷熙直接告知母亲自己已经领证结婚。宋母错愕不已，连忙追问儿媳身份。宋廷熙简单解释自己入职当天偶遇许悟，两人同样急于结婚，三观契合，便直接领证。得知儿子无彩礼、无家长见面，草草委屈了女方。宋母又气又急，当即要筹备彩礼，登门见儿媳。宋廷熙连忙劝阻，告知许悟同为医生，工作繁忙，需要尊重女方节奏。宋母虽满心无奈，
却也终于放下心头大石，欣慰儿子终于成婚。医院里，许雾和导师谈心，坦言自己可以承受高强度工作，即便多做1年住院，总也毫无怨言。导师十分认可他的天赋与努力，语重心长叮嘱，女医生想要站稳脚跟，获得晋升，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，关键时期万万不能出错。自己退休前还盼着他晋升副高。许雾郑重承诺会全力以赴。随后，宋廷熙联系许雾，询问他周日是否有空，需要他陪同回家应付家人。许雾想起此前的约定，当即应允。两人约定周日上午9点在停车场碰面。约定当日，同事偶遇留守的许雾，热情提出顺路捎他一程。许雾礼貌婉拒。同事离开后，许雾调侃两人偷偷碰面的样子如同打游击战。等自己卸任住院总，完成聘任，就无需这般小心翼翼。宋廷熙贴心表示，后续会把车停远一些，规避熟人偶遇的尴尬。准备前往宋家时，许雾打算去商场选购礼品，恪守礼仪。宋廷熙告知他无需费心，自己早已备好礼物。熟知家人喜好，不想让忙碌的他耗费精力。许雾心中了然，这场用来应付家长的婚姻，对方始终分寸得当，只需要自己出面配合即可。赶路途中，许雾频频揉按脖颈，露出不适。宋廷熙询问得知，他前一天连做7台手术，身体早已超负荷。他随即拿出准备好的按摩仪，分给许雾一个缓解疲惫。闲聊间，许雾提及行业惯例，医院通常不建议未婚未育的女医生频繁接触手术射线。他入职时便和主任说明，短期内无婚育计划，所以一直坚守手术一线。说完，他才猛然察觉，自己相亲领证时忘记告知对方这件事。不等他解释，宋廷熙主动安抚，自己近几年也无婚育打算。高度契合的人生规划让许雾倍感意外。抵达宋家后，宋母见到许雾满心欢喜，直言她比照片上更漂亮温柔。宋母热情拉着她参观房产，多套房源都紧邻医院，方便她工作居住，让她随意挑选入住。许雾连忙婉拒，表示自己常住医院宿舍，十分便捷。宋母以为他不喜房产款式俗气，又拿出珍藏首饰赠予他，更是将自己预备给儿媳的专属信物郑重交付，认可她的儿媳身份。宋廷熙担心母亲太过热情吓到许雾，连忙出声劝阻。宋母随即数落儿子草率结婚，毫无筹备，委屈了女方。许雾主动解围，坦言仓促领证是自己的提议，与宋廷熙无关。即便如此，宋母依旧坚持让他收下礼物与心意，弥补婚礼的仓促。许雾最终无奈收下，随后一家人落座用餐。用餐过后，许雾心存顾虑，向宋母坦言自己家庭特殊，无婚后陪嫁，不愿让婚姻沦为等价交换的交易，无需贵重彩礼。宋廷熙温柔安抚，告知他婚姻从不是投资，无需计较得失，安心接纳心意即可。独处时，许雾不慎掉落物品，弯腰捡拾时意外碰到宋廷熙，他瞬间慌乱道歉。宋廷熙淡然安抚，夫妻之间无需拘谨客套。他劝说许雾安心收下长辈心意，宋母满心真诚，不必刻意疏离。顾及两人隐婚的现状，许雾始终有些别扭。宋廷熙耐心开导，两人隐瞒的是夫妻身份，并非待人诚意，不必刻意割裂相处。他贴心支招，若不习惯收受贵重礼物，可回赠宋母收藏的香水，必定能让对方欢心。许雾默默记在心里。返程后，宋廷熙询问许雾为何未接电话，许雾解释手机调了静音。宋廷熙追问他外出同行人的身份，许雾表示后续再慢慢解释。就在此时，许雾的母亲和妹妹突然现身，母亲借口思念女儿，许久未见，特地前来探望。许雾态度疏离，明确告知对方自己早已约定，聘期结束后便不会再回归原生家庭。母亲不解，误以为他和哥哥置气，愿意让哥哥道歉和解。许雾眼神坚定，坦言这里从来不是自己的家。当年母亲答应奶奶照顾自己到大学毕业，如今自己早已独立，希望家人不再干涉自己的生活。一旁的妹妹立刻出言嘲讽，恶意揣测许雾为了聘任主治，刻意攀附家境优渥的周明宇，污蔑他私生活不端。面对妹妹的无端诋毁，许雾厉声制止，让对方若是心理异响过重，便去精神科就诊。妹妹当众被训斥，又羞又恼，大喊许雾动手打人。现场气氛僵持不下，母亲连忙制止众人，让所有人离场，否则便呼叫医院保卫科。众人无奈散去。独处的许雾满心酸涩，温家无人知晓他结婚的事，也无人了解他的过往。为了安稳生活，他只能彻底割裂原生家庭，独自前行。另一边，宋廷熙始终细心留意着许雾的状态。他发现许雾全程未碰生冷食物，下车后频频捂腹，凭借细致观察，判断出他正值生理期，
痛经不适。宋廷熙连忙让许雾落座休息，贴心准备热水袋为他缓解疼痛。许雾满心不好意思，连连道谢，想要自行打理琐事。宋廷熙淡然表示，互相照顾是婚姻的本分，让他不必客气，慢慢适应彼此陪伴的生活。许雾看着桌上的豆浆，满心疑惑，不解对方为何特意准备豆浆。宋廷熙从专业角度科普，红糖水补铁效果微乎其微，人体吸收率极低，想要达到经期补铁效果，每天需饮用20斤以上，仅存在心理安慰的作用。而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可天然调节经期雌激素，更适合生理期饮用。许雾听完恍然大悟，调侃红糖水只是自我关怀的安慰剂。宋廷熙表示后续会多留意细节，细心照顾他。闲聊之余，宋廷熙规划两人婚后生活，打算等许雾卸任住院总，工作清闲后，一同挑选医院附近的房子定居。许雾听闻瞬间慌乱，下意识询问两人是否要同居。宋廷熙轻笑解释，两人虽是隐婚，但也是合法正经夫妻，并非形式婚姻，同居是正常的婚后生活状态。许雾一时难以适应，局促表示自己可以独自搬家、打理行李，无需对方帮忙。宋廷熙体贴提出可调休协助，被许雾婉拒。与此同时，医院内部悄然流传起宋廷熙的恋爱八卦。同事发现，新任宋主任值班时总会隐秘离岗半小时，还频繁给全员买豆浆。众人猜测是为生理期的女友贴心准备。结合日常工作交集，大家纷纷认定他的恋爱对象是曲善荣医生，还晒出宋廷熙帮曲善荣搬行李的监控画面，起哄催促两人公开恋情。就在众人热议之际，宋廷熙突然现身，当场澄清画面中的行李是自己太太的物品，直接官宣已婚事实。全员瞬间震惊，没人想到高冷禁欲的新任主任早已领证。有同事发现许雾与宋廷熙审美一致，用品同款，感慨巧合。宋廷熙不愿私事占用工作时间，督促全员回归岗位工作，终止了八卦讨论。事后，好友无奈吐槽许雾，两人隐婚早已露出端倪，自己辛苦保密险些瞒不住。许雾无奈表示，监控画面流传实属意外，万幸未拍到正脸，没有彻底暴露关系。好友夸赞宋廷熙处事周到，官宣已婚，杜绝所有桃花，十分有分寸。随后两人相约共进午餐，用餐时，许雾主动询问宋廷熙与曲善荣的关系。宋廷熙坦诚说明，两人仅是哈佛校友，仅有数面之交，私下不熟。曲善荣频繁前往新外，是出于对患者的工作负责，并非针对自己。他也从未自作多情，揣测女同事心意，认为这是职场最基本的尊重。许雾听完彻底释然，打消了心中顾虑。宋廷熙随即提议，次日带上结婚证办理房产财产公证。他细心解释，两人先领证，后获赠房产，法律上赠与人可撤回赠与。为规避后续纠纷，让许雾安心，必须做好产权公证。许雾连忙表示无需如此，自己并不贪图对方财产。宋廷熙认真回应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仅凭口头承诺给予安全感，要用实际行动让他安心。这番郑重又温柔的话，让许雾内心满是触动。办理完公证后，宋廷熙带许雾来到两人的新房，房屋早已打扫干净。宋廷熙细心介绍布局，专门为许雾预留书房，按照他的工作习惯分区收纳，配备躺椅与香薰，方便解压，还将原本的酒柜改造为茶室，细致贴合他的喜好，并表示有任何需求都可随时调整。许雾略显局促地询问住宿房间，暗自忐忑是否要同住主卧。宋廷熙看出他的拘谨，重申两人是正经闪婚夫妻，并非形式婚姻。考虑到他不喜黏人的相处模式，他表示自己暂时暂住书房，给他足够的适应时间，主卧交由他居住。他坦诚自己虽不喜过度黏人的伴侣，但也不会敷衍正常的婚姻生活。许雾彻底安心，感慨和相识仅1月的人同居，意外让人觉得安稳踏实。宋廷熙温柔安抚，来日方长，有任何不适都可直接提出，无需隐忍。许雾坦言只是暂时不适应新环境，并无不满。为了婚后生活和谐，两人主动沟通相处规划。许雾询问3餐与家务分工，宋廷熙提出灵活模式，谁轮休谁负责做饭，家务交由每周3次的钟点工打理，无需两人费心。同时他告知许雾，每月会将1半工资存入家庭银行卡，作为共同生活开支。谈及亲密关系，宋廷熙直言这是许雾目前最介怀的事，他承诺不会强迫对方，一切顺其自然。他清晰感知到许雾目前只是身处婚姻关系，并未真正投入感情，自己不急于培养感情，但希望他能正视这段婚姻，拿出该有的态度。许雾郑重回应，会慢慢调整心态，用心经营婚姻。坦诚的沟通
让两人的距离悄然拉近。次日上班，好友打趣许雾，看似禁欲的宋主任私下格外主动，火速推进同居生活。许雾连忙解释，是自己主动提议看房定居，并非对方催促。他还吐槽母亲一直催促自己回归压抑的原生家庭，让自己十分困扰。好友立刻劝阻，温家母亲偏心，哥哥算计，妹妹偏执，只会不断消耗他，绝对不能回头。许雾深表认同，早已下定决心远离原生家庭。两人闲聊时，同事凑上来讨要同款按摩椅链接，打趣两人关系亲密。许雾从容解释只是工作种草，轻松化解暧昧绯闻。好友忍不住吐槽，替两人保守隐婚的秘密格外煎熬。不久后，科室传来喜讯，许雾圆满完成1年住院总高强度工作，顺利卸任。老师由衷为他欣慰，夸赞他的努力与坚持。许雾谦逊致谢。同事随即提议周末组织野营团建，既是欢迎新任主任宋廷熙，也是为卸任住院总的许雾庆祝，舒缓全员的工作压力。众人纷纷赞同，气氛轻松欢快。许雾看着身边温暖融洽的同事氛围，感受着崭新安稳的生活，心中满是归属感。他与宋廷熙相识不过1月有余，这场始于乌龙的仓促闪婚，却意外让他在忙碌的职场、陌生的城市，收获了原生家庭从未给予过的安稳与温暖。